请问你们班学委是哪位？我需要认识认识，加个联系方式。之后这门课收作业之类的工作，还要麻烦学委帮忙。走进教室，白老师是笑着的，他戴着眼镜，衣衫整洁，初印象斯文又温柔，几句话客气又有礼。立刻我站了起来，事情走向的转变就从这个瞬间开始。接下来他该交代我些什么，但他没有，他只瞥我一眼，轻飘飘的目光在我身上的停留只有一瞬。哦，你们班的学委是女同学呀，同样轻飘飘的一句话，重音安在了女字上，似乎他只是陈述事实，但丝丝异样的感觉从我心底生出。紧接着是他的漠视，10来分钟，他一言不发，低着头，只顾研究手上我班的人员名单，而我呆站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请问燕青同学是哪位？半晌，他终于开了口，像是找到个满意的名字。我摸不着头脑，猜不出他的用意，迷糊着，犹豫一二，回答道：老师，我就是燕青。这次他正眼看我了，上上下下一通审视。燕青，国家安乐，天下安定，是个好名字。没想到给你一个女孩子用了，倒是可惜了。一番话说得怅然若失，我脑瓜子嗡嗡的，只觉得这话不对，心底的异样感顿时加重。爸妈用心取的名字，自然是好名字。助力家国安泰是他们对我的美好期许。什么叫女孩子用了？可惜他在歧视女性。终于我意识到这一点，短短半分钟，脑子里我的思绪还没理清，但这门课的负责人人选已经迅速确定，是坐的离白老师最近的那个男生。白老师就那么随手一指，那就你来当这门课的负责人。一会儿下了课，我们交换个联系方式，整个过程简单随意。我看明白了，男性是他唯一的选人标准。他的眼里，我性别不达要求是天大的缺陷。高校老师对学生性别歧视还是这样的明晃晃，不加掩饰。我感觉到了冒犯。不等他招呼，我径直坐下，带着怒气坐下的动作不轻，铁质折叠座椅发出刺耳的声响。白老师注意到了，女同学们不要误会，老师没有看不起女孩子的意思，只是综合能力方面，确实男孩子比女孩子强，这是事实，大家得承认。在座的女同学都是考上大学的知识分子，肯定不会自己骗自己，是吧？她笑着，昂首挺胸，对自己的话语察觉不出任何不妥。而且老师看你们班女同学多，肯定不好带，找个男同学当学委，之后的工作就不会出问题，方便了老师，也方便了大家嘛。很好。第一堂课，第一次见面，他对我们分明毫不了解，但说起我们班不好带，却能信誓旦旦。这个结论的得出，草率又可笑。莫名其妙间，全班女同学成了这不好带的罪魁祸首。轻而易举，女同学们的不满被他引起。讲台下，一个个同学铁青着脸，可白老师偏看不见，依旧侃侃而谈。不要觉得老师在信口开河，老师自己就有一儿一女，是有亲身经验的指导吧。儿子还就是比女儿有出息。说起这话，他满脸得意，开始的斯文与温柔已经荡然无存。所以啊，各位女同学要记住，以后一定要生儿子，不然就像老师的老婆一样，一开始不愿意生，结果后来儿子有出息，他又觉得自己当初愚蠢。还好老师明智，不然他哪能有这么有出息的儿子，是吧？他说的畅快，丝毫没意识到这是火上浇油。我和同学们被惹怒的彻底，粗暴不耐的翻书声昭示着我们的不满。讲台上的白老师依旧洋洋得意，看着他，我只觉得庆幸，庆幸他看不上我，让我免受和他打交道的痛苦，更庆幸这门课只是门可有可无的考察课。看他又要张口开始长篇大论，默默的我戴上了耳机。我以为对他的课两耳不闻，我就能平心静气，但我天真了，他的离谱根本无法忍受。第二次课就出现了意外状况。你们班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找了个有人的教室？是不想上课了？上课的教室被别的老师同学占用，不清楚情况的我们只能等在门外。白老师到来，第一件事劈头盖脸一顿数落。角落里我惊呆了。所以我们的错，教室的安排由教务处负责，占用教室的老师同学更不受我们操控。他分明清楚，却依旧用我们发泄怒气。你燕青，忽然间我被指名道姓，你这个学委怎么当的？称职吗？居然能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一连3个问句，我傻了。现在又怪我，他分明没看上我，另选了负责人。如今一个小插曲，又把责任往我头上按，这是名头没有，背锅我来。妙啊！世上怕是再没这样的好事了。你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想办法？他斜瞥着我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我无语至极，走进教室交涉前，当着他的面翻了个大大的白眼。占用教室是对方的过失，交涉一切顺利。
1分钟，教室被空出，我们坐进了教室。事情完美解决。我刚坐下，气还没顺，白老师看我一眼，似笑非笑。哎呀，现在读过书的女孩子就是不一样。对方一个男老师，还有那么多男同学，就这么被赶走了，真的是很霸气呀！表面夸赞的话语，配上略带轻蔑的语气，违和至极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不怀好意。不过，老师觉得女孩子还是不要太强势的好，尤其是在对待男性的时候。你们想想，以前的女孩子可都是不能读书的，现在男孩子愿意和你们共享教育资源，多好！人啊，要懂得感恩。果然，瞬间我像被人给了当头一棒，头脑昏沉。我不能理解，他让我解决问题，我成功解决就是强势，可交涉的全程我带着笑容，彬彬有礼。那若是我没能解决呢？他女性不如男性的观点，怕是要被我坐实。真是好难的一道题，直接无解。强行扯上感恩男性的观点，就更加可笑。共享教育资源不是理所应当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活在大清啊！我真是无语。身旁我的室友被气得脸色发红，而我也因为愤怒浑身燥热，一股火气正在我胸口翻腾。燕青同学，老师的劝告你要放在心上，偏偏这时候白老师还要对我阴阳怪气，略带嘲讽的语气夹杂着同学们的唏嘘和叹息。顿时怒火冲上了脑门。老师，作为您的学生，我也想给您几句劝告。拍着桌子，我站了起来。首先，您上的课程叫职业生涯规划，上课请讲授与课程相关的内容。其次，身为一名教师，您公开发表不当言论是对您职业的亵渎，我以及全班同学都不愿意再听到这样的不当言论。今后，请您不要再说。我直视着白老师，眼神犀利，用词尖锐。他特地把我单独拎出，做他看不上的典型代表，几次三番。我不愿惹事，却也不是软柿子，任人揉捏。这次我不打算忍气吞声。怎么了？我语气郑重，他却毫不重视。老师作为过来人，给同学们传授一些经验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吗？他语气轻飘，像是把我的话当做了笑话。老师，您认为贬低女性的话语是正确的？老师贬低女性？燕青同学，看来你对老师的误解很深。你这样，老师会伤心的。看他说的煞有其事，我气笑了。他伤心，那我怕是要气吐血。老师，这不是误解，而是事实。不信，不如问问我们全班同学，班上的同学不分性别，个个对他心有不满。立刻，所有人应和起我的话。老师，我说句实话，你的那些话真的毫无营养。更有胆大的男同学直接开口生对。顿时，白老师的表情僵硬起来。良久，他一言不发，毫无认错表态的意思。看来全班同学都我看法一致，怎么办呢？万一是我们全班一起误会了您，得让您多伤心啊！不如我录下您的课堂，让广大网友来评判评判，或者请几个领导来旁听您的课堂，别无选择，我只能乘胜追击。终于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，而我却笑得灿烂。白老师，您觉得呢？他不说话，我就继续追问，想用沉默带过问题，绝不可能。我要的是他明确的态度。同学们对老师提建议是好事，老师当然会采纳，似乎意识到避无可避。终于，他开了口，脸上也重新挂上笑容。你们不喜欢的话题，老师不会再提。不过老师必须澄清，老师从来没有看不起女性。对女性，老师是从心底里尊敬的。他尽全力伪装温柔有礼，可惜他笑容虚伪，我和同学们早看透了他的本性。燕青同学，你以为你对老师的威胁有用？威胁了你又真的敢做？你以为领导是你想叫就能叫来的？你误会了老师，老师还这样给你面子，是看你年轻不懂事，不跟你计较。但老师希望你今后能学会尊师重教。下课后，他把我单独留下，送了我这么几句话。他看我的眼神带着不满，我知道我得罪的彻底。对女性的不敬，他可以死不承认，我不在意。他对我不满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只要今后的课堂能过得舒心。可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话说得好听，但改变根本没有。他像是认准了我没有行动的胆量，可惜他看错了我，更没意识到我的行动已经开始。女性要回归家庭，女性不适合职场等一系列言论，连耳机中的音乐都无法掩盖，我早听得烦闷。好不容易期中考试，终于是结巴老师不用开口的课。我以为这门课勉强不会影响我的心情，然而我想多了。讲台上准备交卷的我傻了眼，男女同学的答卷被刻意区分，叠放成2份，左右2叠试卷，竟连考题都截然不同。同一门课程，同一个班级，以性别为区分，使用2份不同的试卷，这是什么用意？
一个不好的猜想在我脑海中炸开，是我的公然反抗连累了全班女同学，引来了白老师的针对。讲台下男女同学分组而坐，分外扎眼，这是白老师的特意要求。忽然我明白了他的用意。燕青同学，你把卷子放这儿就行。见我呆愣着，白老师开口催促，特意指了指属于女生的那叠卷子。我没有照做。老师，为什么男同学的试卷和我们女同学的不一样？我没心情弯弯绕，问得直白。哦，女同学吗？期末考试应付起来比较吃力，老师就专门给女同学出了简单的卷子，好让女同学期末测评能顺利通过。他回答得更直白。原本因为猜想燃起的怒火瞬间灭了，心里一片冰凉。千猜万想，我料不到会是这个理由，不是我以为的针对，是发自心底的蔑视。一门考察课开卷考试，他怕女同学能力不足挂科，这已经不是冒犯，是羞辱。活了20年，感到尊严这样被扔在地上反复踩踏是头一次。教室里同学们也是个个傻了眼。我室友冲上讲台，比对着2叠试卷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老师，您这是对女同学赤裸裸的歧视。您的眼里女同学就这样智商低下？我用词尖锐，面色不善，满脑子只有找回女性尊严这一个想法。您这样是对我们女同学的侮辱，也是对男同学的不公平。我要求您重新安排考试。我话音落下，下课铃也随之响起，昭示着这场考试正式结束。我和同学们一动不动，盯着白老师，等着他的回复。他的言行严重影响了我和同学们的心理，可他却不痛不痒地开了口：下课交卷，不交卷的是同期考，算作0分，这是威胁，而学生只能妥协。试卷如他所愿收起，但我和同学们没一个服气。他环视着在场所有人，还有一件事。上头领导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非常重视，要来视察旁听，所以下周的课程改到周5下午前2节上。为了保证课堂质量，女同学就不用来了，男同学照常来上课就好。女同学影响课堂质量。为了通过期末，我和同学们的妥协似乎成了他的底气。短短1节课，歧视的行为接二连三，每一句话都内涵女性，肆无忌惮。紧接着，他拿起试卷就要离开，而我2、3步挡在了他面前。白老师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期中考试你到底重不重新安排？下周的课你确定不让女生去上？一如既往的，他没把我的话听进耳里。他看着我的眼神轻飘飘的，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，不同的是眼里的轻蔑格外明显。燕青同学，老师是为了女同学好，上次老师跟你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人要懂得感恩。老师兢兢业业给你们上课，在重要的场合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，你们女同学非要来添乱吗？语毕，他抬脚就走，一番话说的理所应当。感恩，添乱，女同学，每一个字都荒唐可笑。室友怒气上头，冲上去就要理论，我一把拉住了他，这种人理论没用，我有别的更好的办法。我冷冷看着白老师离开的背影，因为愤怒，心脏紊乱的跳动，但我却出奇的冷静。我想我的行动可以更激进些。在对白老师异常重要的这门课上，身为女性本不该出现的我，却偏偏出现了。在门外，我听完了白老师的一整节课，教室里的情况也看得清楚。几个班的男同学凑成一个班的人数，聚集在教室前排，成排的领导与同学们隔排而坐。整节课，白老师笑容温和，语言得体，万分专业。平常课堂上从不离口的敏感言论，这节课上一字未提。看吧，那些言论的不当之处，他一清二楚。领导们带着笑意，时不时交谈2句，点点头。显然他们很满意，被白老师的虚伪彻底蒙蔽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越满意，等白老师的伪装被揭露，他们就会越愤怒。走进教室的时机是精心挑选的，卡在2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。所有人惊异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讲台上，白老师皱着眉，眼神随我挪动，满满的警告意味。可惜他的眼神吓不退我，他也别无他法。领导在场，面对我的出现，他没有选择，只能接受，就连不满的情绪都得克制着，不能表露。我猜他正在祈祷，希望我只是来上课，不会有别的行为。可惜他的祈愿注定不会实现。对上他的目光，我目不斜视，一步步走到他的身旁。白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代表全班同学来的。我们一致认为，您期中考试使用2份试卷的做法，不但侮辱了女同学，对男同学也不公平。所以我们再次要求您重新安排考试，希望您能同意。我语气怯懦，一副低微的姿态。瞬间，白老师神情僵硬。讲台下是男同学们的一阵惊呼。
我这才向讲台下看去，整个人一愣，瞬间移开目光，低下头，像是受到了惊吓。对不起老师，我忘了这节课有领导来，您说女同学影响上课质量，专门吩咐了不让女同学来。我现在就走。虽然表现得紧张，但我吐字清晰，声音响亮，不等所有人反应，就慌乱无措地跑出教室，全程演技在线。等我回头，白老师脸上已经没了笑容，而旁听的领导们皱起了眉，其中几位女性神情尤其严肃。这次旁听的人里，有校领导，有院领导，还有前来学习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其他学校领导。丢人丢到校外，这件事一定会有后续。先找到我的是白老师。还没回到寝室，白老师选的班级负责人就给我打来电话，让我到白老师办公室和白老师谈话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后一节课的上课铃还没响起。显然，因为我的出现，他的课堂没能继续。你觉得今天的事你做得很好，很得意，认为我被学校处罚，事情就会有改变。天真，见到我，他依旧盛气凌人。女的不但能力不行，还性格矫情，自以为是，自欺欺人。这是事实。你们不行就是不行，再怎么否认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我尊重事实，可没有错，没有错就不会改。有不少女性教师和她共用一间教室，正端坐在位置上，可她毫不避讳。这些和她同一等级的女教师们，同样不被她放在眼里，冷眼看着我。她甩出一张学校下发的通知，通知单上是学校组织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相关安排。就像这个比赛，只要我还教你班级一天，就不会让女同学参加。因为女同学没用，还只会拖后腿。就算我不教你班了，女同学参赛了，你们也只会是输得最惨的那一队。男性得到尊重是靠自己的实力，和你们女的不一样，明白吗？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，我只觉得他无可救药。自以为是，自欺欺人，他说的分明是他自己。尊重，不知道第多少次我被气笑。你觉得你受人尊重？回答我的是他的一个点头，认真至极，真是无可救药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受人尊重的白老师会受到学校的什么处罚吧。他笑了，看着我的眼神依旧轻蔑。你以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，又以为我会受到多严重的处罚？小丫头片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看着他，我也笑了。确实，只要学校愿意，他就只是言论不当。但有些事，我比他想到的更早。手机被拍上桌面，屏幕上是我的社交账号，评论里万分热闹，留下的语句不是破口大骂，就是义愤填膺。而引起热议的对象正是白老师，一条条白老师课堂内容的录音在我的社交平台上对外展示。最新的那条就是刚刚公开课的情况，这下情况可就截然不同了。网友的公愤被白老师对女性的歧视激起，校领导知晓这一情况的事实也被网友得知，这彻彻底底成了社会事件。为了维护学校的名誉，校领导只能对白老师严加处分。瞬间，白老师变了脸色，一张脸阴沉着，再不见得意张狂。对比之下，我笑得格外开怀。白老师，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了，你说呢？早期做出的行动总也要见些成效。走出办公室，一男一女和我擦身而过，脚步急切。我没在意，直到传来争吵，我才停下脚步。爸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报的考研班退了？钱呢？快还给我！女孩尖利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几近嘶吼。她站在白老师办公桌前，年龄和我一般大，神情焦急。身旁的男孩则只有初中年纪。你要干什么？造反吗？你的钱，我把你养大花了多少钱？你敢说你的钱刚在我这儿受挫？白老师心情不妙。此时面对女孩的哭问，他脸色铁青，语气刻薄，似乎要把在我身上受的气发泄在女孩身上。爸，那些钱是我好不容易打工攒出来的，我真的只想报个考研班，我不会去做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你在我身上花的，等我工作一定全部还给你，我保证。可是那笔钱我真的很急，今天是优惠的最后一天，错过了我就真的报不起了。先把钱还我，好不好？女孩声音哽咽，红着眼眶，那卑微的姿态几近哀求。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考什么研？让你读个本科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一个做姐姐的人这么自私，赚到了钱不知道往家里拿，不知道帮衬弟弟。你妈也是，头发长见识短，还帮你在外面找兼职，一点都不为你弟弟打算。没有半分动容，白老师语气越发尖酸。听说你还买了个 iPad， 正好给你弟，他学习要紧。还有考研班退来的那些钱，也都用来给你弟补课。瞬间，女孩傻眼了，原本满怀期待的双眼顿时暗淡下来。她长叹口气，沉默半晌，又笑出了声。爸，你瞧瞧，有你在，哪里还需要我为弟弟考虑？
你偏心的恨不得把我剥皮抽筋贴补给他。老天居然让你这样的人如愿有了儿子，真是太好笑了。似乎再也待不下去，他转身离开，再次和我擦身而过。办公室里，白老师毫不在意，一叠红钞就递给了那男孩。家里穷成这样，连姐姐上学的钱都付不起，你觉得你配让姐姐叫你一声爸吗？可惜，男孩冷着脸，并不领情，留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办公室里，一位女老师开口就是内涵：咱们白老师哪里是穷啊？单纯偏心偏到北极星去了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看完这场闹剧，我只觉得可笑。这女孩我认得，法学专业的学生，和我同届，上大学2年，她2年稳坐专业第1。她是班委，还一直在外兼职，每一件事都能做得井井有条。她的优秀，连我这个不同专业的人都有所耳闻。可偏偏她入不了白老师的眼。或许白老师的儿子同样优秀，可一个上初中，一个上大学，两个原本就不该被相互比较的人，被硬生生放在一起对比，还得出儿子更有出息的结论。我不能理解，看样子就连他的儿子也不赞同他的作为。捏着手里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通知，我有了个新的想法。攻心是最上层的战术，他不是看不起女性，自以为高女性一等，他不是高傲自大，认为自己受别人尊敬，那不如让他成为女性的手下败将，让他输给他从来看不起的人，再让他最看好的人否认他的一切。处分当然要有，但将他长久以来的信念粉碎，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网上事件不断发酵，很迅速的，负责处理白老师一事的领导找到了我。陈老师，一个熟面孔，那节课的旁听领导之一。同学，老师完全理解你们遭受性别歧视的愤恨，相信受到这些处分，白老师一定会知错改正，是吧？他话说的真诚，语气柔和。可惜白老师能知错改正是笑话。通报批评、记过处分和调离授课岗位，这样的处分在我看来又太轻微。学校这样的态度我不满意。并不多说，打开手机，我先放了段录音，是那日白老师找我去办公室约谈的，同样被放在网上。毕竟事情没有结束，有白老师的地方就有录音。可惜陈老师没去听，但没关系，现在我放给他听。录音播放结束，陈老师神情暗沉。前一秒他表达对白老师后续改变的信任，后一秒就被打了脸。陈老师，白老师会不会知错改正？录音里体现得很清楚。你说的处分方案我不满意，开除处分，这是我唯一能接受的结果。我把话说得直截了当，您不如去网上听听那些录音，切身感受感受，那样的心灵伤害不可弥补。总有学生在这方面格外敏感，您能保证这样的学生白老师遇不到，我们学校没有，能保证之后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？我语气庄重，神情严肃。陈老师，真正严惩白老师，不仅保护了学生，也保护了学校。我们学校向来公正严明，我相信这件事学校会严厉公正对待。您说呢？低着头，陈老师沉默了半晌。好，你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。对白老师的处分，我们会尽快公布落实。这个回答几乎昭示了最终结果。我的心勉强安定下来。我相信陈老师。那堂课上，他看向白老师时严厉的眼神不能作假。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我希望白老师的处分能在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后执行，得到想要的回复。是时候提出我的小小要求，毕竟我还有别的计划。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的通知很快在班级群下发，而课堂上白老师提及比赛，说辞依旧不让我失望。职业生涯规划大赛，班上想报名的自己组好队来找我，由我担任指导老师，不过仅限男同学。这次的比赛很正式，要写很完善的规划书，女同学做不来的，不用浪费时间。现在的她不带任何伪装，连从前表面和善的笑容都彻底消失，刻意看向我的眼神中带着挑衅。可谁说我们的指导老师只能是他？他不知道这场比赛我注定参加，团队人选早已敲定，指导老师也已经联系，更不知道我早找上了他的女儿白胖。那天法学班上的课，我在教室外等着。下课铃响，白胖踏出教室，神色匆忙。他没有放弃，依旧忙于兼职，为自己的考研计划做准备。原本他没打算和我交谈。我是你爸的学生，造成你爸因为涉嫌性别歧视要被调查的那个，直到我的一句话让他停下脚步。职业生涯大赛，我想组个女生队和你爸一较高下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？如果可以，顺带拉上你的弟弟做个外援。大赛最高奖金3万元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长期遭受着贬低和不公平待遇。毫无悬念，他答应了。而他的弟弟早看不惯白老师的行径，顺利成为我的外援。白老师何其失败！
我设法让他接受调查，可能背负处分，可他的一对子女却站在了我这一边。这场比赛他没有赢面，最先他就输了人心。经过讨论，我们决定以我的专业为立足点，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书的部署。团队里每个人都干劲十足。指导老师是上次在办公室开口内涵白老师的那位，他和白老师共事多年，俩人却从不对付。知道我们的目标是白老师，他一身冲劲，向我们保证一定会比白老师做得强。还有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，无论男女，总也来提些建议，给些看法。整间办公室老师不多，5、6位的样子，竟是个个不喜白老师的言行。有了他们，我事半功倍。白胖不和我同专业，但找起资料迅速又精确。他的弟弟年纪小，但想法新颖，总能提出新鲜的想法，完善整个框架。我还见到了师母白老师的老婆，一个有才但被白老师禁锢在家庭里不断被贬低的女人。她提的建议专业缜密，再加上我和我的室友2个对本专业有一定了解的人，一切进行得完美又顺利。很快，职业生涯规划书的雏形显现，指导老师评阅，给出修改意见，我们再反复修改。1周时间，1万字左右的职业生涯规划书就完成了。从5个大的方面进行阐述，内容详细，结构周全。这份作品我很满意。我参赛的消息很快被白老师得知，课堂上他对我冷嘲热讽，有些同学很愚蠢，找了别的老师参加比赛有什么用？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团队阵容，一个个都没有自知之明，还真以为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能和男同学竞争，不过是在浪费时间。讲台下看着他，我笑了。聪明如他，却猜不到他的一对儿女会在我的阵容之中。他吃了录音的亏，说起话来却依旧毫不收敛，似乎还不痛快。他继续开口，还很天真，以为想办法告个状，搞点事情，学校就会把我怎么样。结果呢？有人找我麻烦吗？我不还是好好的站在这里吗？距离那场公开课已经过去2周，陈老师那边毫无消息。白老师误会了，以为这预示着风平浪静，却不知道这是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和要求。这次天真的是他。我笑着开了口，老师，不如我们比一比，看看这场比赛究竟谁能赢。这算是正式宣战。将职业生涯规划书提交，顺利通过院级初赛，挺过校级复赛。终于决赛来临。台下候着场，我和白老师冷冷对视。他原本带着不屑的神情，在看到白胖的瞬间，更夹杂了几分厌恶。你和他混在一起，丢人现眼的东西。然后他转头看向我，不知道谁给你们放水，让你们进入决赛。但决赛可没那么简单，你们不会那么好运，是吗？那我们等着瞧。确实，决赛要复杂许多。制作 PPT， 进行规划书展示，进行职场模拟，还有现场答辩。临近期末，各门课程的复习撞上决赛的开展，压力很大。但团队里每个人都万分坚定，为了这场比赛，我们已经全力以赴。规划书的质量，我有信心。况且我还有个秘密武器没有出现。白老师的团队中规中矩，并不出彩。等我的团队上台展示，全程白老师神情轻蔑，但台下的掌声、评委的笑容昭示了一切。只不过承认女性优秀对他而言太难。台上的一切顺利且完美，最后的结果也毫无意外。第1名被我和成员们收入囊中。公布结果时，白老师不屑地笑出了声。毫无含金量的比赛，不专业的评委，他这样评价。可变化就是来得那么突然。在我和成员们上台领取证书的瞬间，他变了脸色，先是震惊，再是愤怒。因为一同上台站在我身旁的还有他的儿子。拿着话筒，我笑着对上白老师愤怒的目光。其实我们团队很特殊，团队里的这一对姐弟是我们学校白老师的子女。正好这次白老师带领了另一支队伍参加比赛，主持人一听来了兴致，那这是赢了自己父亲啊？那姐姐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当初为什么参加了比赛，却没有让自己父亲担任指导老师呢？是想锻炼自己吗？那倒不是，是因为他觉得女性能力低下，只会拖后腿，不让女生参加。和我对视一眼，白胖满眼坚定。原本我不打算参加的，是他逼的。因为我辛苦打工为报考研班攒下的钱被他抢走了，说是弟弟一个初中生的学习比我重要，要贴补他。为了奖金，我才来的。这番回答和所有人想象中都不一样。一时间，主持人懵了，台下的观众傻眼了。几秒的沉寂过后，一片议论纷纷。校级的比赛，观众不少，来自各学院、各班级。这次白老师真的可以声名远扬。台上，主持人已经不知所措。于是我开了口：“那弟弟呢？”
弟弟对自己的父亲有什么看法？燕青，白胖儿无所谓，但是你哄骗带坏我儿子，我不会放过你。白老师怒火中烧，冲我吼着，已经顾不得场合。而这一吼似乎印证了什么，观众们议论得更加热烈。嘘，我朝他做出噤声的手势。现在不是你说话的时候，听你儿子说。正好，你猜猜这些话究竟是我哄骗他说的，还是他自己提议要说的？听了我的话，他越发焦躁，坐立不安。我爸自私自利，不配当父亲，他的儿子开口就是王炸。他不尊重妈妈，不尊重姐姐，也不尊重我。他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家里每个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，外面每个人都敬重他。但是其实每个人都讨厌他。如果可以选，我想换个爸爸。燕青，学校都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，没有对我进行任何处罚，你敢在我儿子面前混淆是非？白老师冲到我身前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而他的儿子挡在我身前。恰在此时，程老师的消息发来，班群里也下发了处分通报。真是好巧不巧，正好。是吗？有没有可能你在刚刚因为歧视女性学生言行不当被学校开除了？我笑着晃着手机屏幕，开除处分4个大字被展示着。半信半疑，白老师掏出手机，瞬间面如土色。你以为学校瞎，我们瞎，你儿子也瞎？孰是孰非，他看得清楚着呢。你不尊重他的母亲，怎么能得到他的尊重？你又以为男同学们尊重你？回头看看你带领的那几个男孩子吧，看看他们看你的眼神，那几名男孩子一个个眼里都是不屑，一如白老师看我时的模样。我向前靠近他几步，你现在收拾东西回家，怕是见不到师母了，能看到的应该只有2份离婚协议书。你做了什么？我没做什么，不过是告诉师母，有你这样的父亲，很可能会把你儿子引入歧途而已。白老师反应了半晌，缓缓看向身旁他的儿女，你们知道？白胖儿一言不发。他的儿子却是开了口，我早就决定了，我要跟妈妈，他们当然知道，让母亲摆脱父亲是他们长久以来的心愿。这次师母能下定决心，除了早有这样的心思，最重要的便是他们的劝说，其中我的作用微乎其微。人要互相尊重，你不尊重别人，贬低别人，就该付出代价。活这么久，你没能学会的，现在我们教你，希望这次你能学会。哦，对了，你团队的那份规划书有一处很明显的专业性错误，你没发现？看来你的学术能力很一般啊，我一个本科没毕业的学生都比你强。白老师，女性从来不比男性弱，更不低人一等。说完，我后退几步，重新挂上笑颜。白老师，我祝你离开学校后前程似锦，是祝福，不是讽刺。他已经受到惩罚，只要能改变，我愿意祝福。但如果他一成不变，不用我诅咒或做什么，他都逃不开今天这样的结局。